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我们说完了各个模式或者说各个视图之间的区别。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命令我们说到从用户视图进入到系统视图或者从用户模式进入到系统模式，我们敲的命令是 System View。从系统模式返回到用户模式可以敲 Quit 可以敲这个命令叫做 Quit Quit。然后你也可以从任何的一个其他模式返回到用户视图，是直接敲 Return。其实这个 Return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是谁呢？是 Ctrl 加 Z 是 Ctrl 加 Z。Ctrl Z 可以退回到你在任何一个状态下，只要写 Ctrl Z 或者写 Return 就可以退回到用户视图下去，可以退回到用户模式。那么对于这个 Quit 和 Return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注意 Quit 是退回到上一级，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用户界面视图了，那么我在这个视图下敲一个 Quit 会退回到系统模式，这个是 Quit Quit。 如果说你想直接从这儿一步蹦到这个用户模式，那么你要敲 Return 这个是 Return。所以说呢，对于 Return 和 Quit 来说，它俩的区别在于 Return 是直接回用户模式，回到初始化的那个状态初始登录那个状态。那么对于 Quit 来说是返回上一级视图。好，下面呢我们这儿给出了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进到这个，首先 System View 我进到系统视图，然后呢通过一条命令 Interface S0-0，那么我就想配置这个端口。那么你看我们下面进入到的这个方式呢叫做接口视图注意是这个接口的配置模式了，所以我们叫做接口视图。在接口视图里面打 Quit 直接返回到系统视图，因为你是从系统视图进去的，返回上一级，再从系统视图里再打 Quit 可以进到这个返回到这个用户模式。但是如果你在这儿接口视图下直接打 Return 回到这个模式。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命令行的在线帮助这个东西不难这个东西不难，但是呢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这个思路。什么呢？我们通常呢在学习一个设备的操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学习到说这个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配置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做，然后我们会把命令记下来。事实上对于现在绝大多数的网络设备来说，我们不需要记更多的命令。为什么不需要记更多的命令呢？因为在绝大多数的网络设备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在线帮助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在线帮助。那么对于这个在线帮助有什么用？它完全要求你可以不记命令，你在任何的情况下只要去打问号都会给你一个相应的提示任何情况下打问号都会给你一个相应的提示，然后告诉你你现在可以用哪些命令，哪些东西是可以执行的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在线帮助。其实很多软件里面的帮助写的都非常好比如说Windows 下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软件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安装的，在 Windows 下所有的人都会安装的一个软件是 Office 系列是 Office 系列。那么对于 Office 系列来说，比如说 Word 特别是那个电子表格 Excel， 那么对于 Excel 来说，那个很复杂的公式是吧很多很漂亮的功能可能我们都不会用，我们看到哎呀人家做的那么好，我为什么就做不好，或者我为什么就不知道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摁一下 F1， 或者说你看到那个帮助，你去善于利用那个帮助，你完全可以完成你绝大部分的工作完全可以完成。那么对于我们这儿也是一个设备上有几万条命令都有可能。那么对于这些命令来说，你一条一条的都把它背会，不亚于去背单词。那么你日常用到的命令可能你就用的多，你就记下来了也手熟了。那么平时不是特别频繁使用的命令，可能在偶尔某些情况下使用的那么几条命令，你记住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的
不光是华为啊，在我们的网络设备里边，绝大多数的这个网络设备啊，只要提供命令行的这种配置方式，基本上都为我们提供了命令行的在线帮助。这个帮助呢分两种，一种叫做完全帮助，一种叫做部分帮助。完全帮助是什么啊？完全帮助就是你直接打问号，它会告诉你你有哪些业务可用啊，哪些命令可用。那么部分帮助是什么呢？部分帮助是你忘了这个命令该怎么打了，可能你只记得那么1、2个字母，那么你打一个问号，它可以告诉你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我们先来看完全帮助。你比如说，我现在真的就是忘了这个刚开始的嘛，对吧？我们就真的是忘了怎么去从用户视图进入到系统视图了，那怎么办？打问号看。注意啊，在我们的设备上，任何时候打问号都可以得到你相应的消息。比如说，我现在想进入这个系统视图，我就忘了是什么了啊！当然，这个也太笨了，是吧？我们这儿已经有 System View 了啊，假设我就忘了，那怎么办呢 ？OK， 打个问号。注意看，你打问号，甚至于你连回车都不用敲，那么它就会告诉你，你现阶段可以使用的所有的命令。啊，下面有一个 more， 就是摁空格翻页，就是翻一篇。然后，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个进度条，对吧？甚至于通过鼠标的滚轮上下翻来看到每一个命令都是干什么的。它会给你提供你所有可用的命令。啊，那么看，在这儿，你在用户模式下，你可以用哪些命令呢？比如说有一个 CLS 叫，那你说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看这儿有一个 CLS。你说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的？后边有命令解释，啊，当然这个命令解释呢是英文的，在华为的 VRP 的一些老版本里边，它可以把这个有一条命令啊，可以将这个后边的这个注释啊给你写成中文，但是现在呢被取消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我们的网络中有很多词汇啊。是在中文中翻译呢是很别扭的感觉，看到会很别扭。那么当它翻译出来这个东西以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确实很别扭啊。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计算机的一些术语或者说一些语言呢，可能某些的教材啊，不同的教材或者不同的人可能翻译出来的这个效果不一样。比如说对于这个模式啊，或者叫做视图来说，我们华为给出的官方的名称叫做视图。但是呢，有的教材或者说我呢，更倾向于把这个东西翻译成一种模式。那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后边给你个提示，到底是写视图呢，还是写模式呢？就不太好说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哎，它写一个英文，那么它原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毕竟我们的大部分的东西全都是从英文译过来的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啊，它不会引起太多的歧义。啊，现在的设备基本上后面不会有中文，啊，原来我用过有中文的帮助的这种系统，啊，我确实用过，然后当我把它改成中文以后，我发现我还不如看英文舒服，然后我把它改回去了，啊，持续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好了，啊，不管怎么说啊，你在任何一个时候打问号，你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可以使用的命令，比如说 display 这个是干嘛的？是显示信息用的，啊，显示信息用的。那么你打问号下面有一个 more。就是说还有摁回车往上滚一行，摁空格往上滚一篇，直到滚完为止。那么在这儿你一个一个去看后面的帮助，那么你可以看到，哎，找，我们找到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找到了，哎，看这儿 ，System View 啊，就是说系统视图啊，从终端进入到系统视图。哦，我知道了，这叫做 System View 啊，这条命令。注意，在这儿我们要介绍VRP 里边或者说绝大多数网络设备里面的第二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在命令行里边啊，我们可以这样看，以 S 开头的有多少啊？以 S 开头的命令，比如说我想打 System View 这条命令。以 S 开头的命令有多少呢？有这样几个 ，save 开始到 System View 结束，一共有这些个命令。那么在我们的设备上面，只要你打出可以不产生歧义的命令，
系统就能认。比如说，我想打一个 system view， 我光打一个 s 是不行的，因为光打一个 s， 系统不能判断是 save 是 schedule 还是 super 还是 system view。但是如果我打 sy， 那么系统就可以判断出来以 sy 开头的命令是不是只有 system view 一个啊？那么系统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唯一命令，这个就是命令的简写。大家可能在工作中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看到有很多的工程师敲命令敲的都是特别短的几个字母，然后就一个空格，几个字母就一个空格，你也看不出他敲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在这儿只敲个 sy， 你是绝对看不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命令，这是第一。那么但是这个确实可以代表 system view 这条命令了，因为它是唯一性的了，你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回车了，看它依然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模式下去。好，我们退出去 quit 简写这个呢我们称之为简写。那么 quit 的简写呢我们叫做 q。 好，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你写到这个简写它唯一可以补全的时候就是它唯一可以表示的时候，你可以按你的键盘上面那个 tab 键，就是在大写键上面的那个键 tab在 Word 里边或者在一般的文本编辑器里边 Tab 是直接往后错一段的那个键，你摁一下 Tab 键，系统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命令补齐。就是只要你这个命令可以这个唯一性了，系统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个命令补齐，然后你回车也是可以进去的比如说 Q Tab 那么当你的这个看我们这儿我摁了好几个 tab 以后，它出了很多东西。当你的这个值是不能被识别成唯一的东西的时候，你摁一下 tab， 它会显示一个。好，我们来在这儿看一下，打问号，我们来看以 Q 开头的有什么？以 Q 开头的有这样几条命令 ：QoS、quit 这两个命令。好了，那么你打一个 Q， 打一下 Tab， 它给你提出的是 QoS， 第二个 Quit， 再摁一下又切到 QoS， 又切到 Quit，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字母或者说你前面打的这几个没有办法去区分出一个标准的唯一的一个命令，你摁 Tab 的时候，它会在可以切换的或者说代表的这几个命令之中给你来回的切换，直到你选择出来你想要的命令，然后你可以回车。所以说你比如说写个 S， 那么你可以看到 Tab 的时候它会在这些命令中给你重复的轮询，然后让你想到你想要的命令。这个是 Tab 键的另外一个作用。通常我们都用简写就可以了。通常我们都用简写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帮助，叫做完全帮助。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想说display 这条命令，在 display 的时候我忘记了 display 后面可以跟哪些参数了。注意，你要打一个空格再打问号，这个就会给你显出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命令后边的可跟上的参数。但是如果说你直接你比如说我打一个命令，我 display， 然后你直接跟一个问号，它是什么呢？是显示为以这个单词或者以这些字母开头有哪些命令。比如说我直接写一个 D， 不要打空格，直接打问号，那么它会告诉你以 D 开头有哪些命令。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方便的。比如说我想进这个系统系统模式还是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忘记了这个命令是啥了。不是全忘了，那是什么呢？我记得是一个 S 开头的一个命令，那怎么办？我写一个 S， 然后打一个问号，这个时候它就不会让你翻那么多篇了，它只会给你显示出以 S 开头的这些命令，后边依然有命令的解释。这个时候你就挑选起来比较方便system view， 然后打个 YS， 然后 tab 补齐回车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
在一个字母后边没有空格啊，在一个字母或者一个单词后边没有空格，直接打问号的这个方式叫做什么呢？叫做部分帮助。而如果说你直接打一个问号，或者在一个命令之后在空格打问号，去问完整个的这个参数，这种方式叫做完整帮助啊，就是这两种方式。第一个完全帮助，要么是打空格打问号，要么是直接打问号。那么部分帮助是什么呢？以这个玩意儿开头的有什么？当然后边的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啊。所以说在我们的配置系统的时候，命令行里边啊，在我们配置系统的命令行里边的时候，那么问号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啊，你在任何一个情况下都可以通过问号来寻求到系统的帮助。通过这个问号给你的系统的帮助，我们可以完成所有的命令。你只要知道你想干什么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从来不去背哪些命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只要知道，或者说我只要能看懂后面给我的那个提示就可以了。啊，这样会节约你大量的记忆的这个脑子里面的空间吧，可以算是啊，节约你的大量的记忆量。你只要知道能看懂，对吧？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甚至于包括各种厂商的啊，包括我们华为的 HCIE 的考试啊，这个可能大家有听说 HCIE 的考试里边啊，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一个 lab 考试，就是真的给你一大堆的设备让你去配置的，让你去完成配置的。那么在那个配置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求你把所有的命令全都记下来，因为它给的你是真实的网络设备，你完全可以通过问号的方式将你所需要的命令问到，然后把它做出来。当然，比如说我们在后面练习的过程中，像 system view 什么 display 这种天天用经常用的命令，我相信大家是不会忘记的，很熟悉的命令大家是不会忘记掉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命令行在线的帮助系统，它可以减少我们对于命令的记忆。那么我们的考试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考试不会让大家在试卷上啊去填写或者去描写，说是我要完成这个功能，你把所有的命令给我写下来。大部分的考试不会这么去考，因为它的命令太多了，实在是很难让人把所有的命令都记住。好了，我们休息一下。